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看每个礼拜三还有礼拜六呢都会要 upload 影片的荧光笔工作室。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呢，让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荧光笔工作室 Highlight， 是全马最热血的知识型频道。我们以科普的方式聊关于马来西亚的社会、民生、时事议题等等。我们除了有街访之外呢，也有访谈哦。那有这么多的内容，有兴趣的朋友，你们已经订阅我们了吗？还没的话，现在就按赞、订阅、加分享吧。我们每个礼拜三跟礼拜六呢，都会准时上影片，让我们一起好好认识马来西亚。OK， 回到正片。还记得我们之前呢有做过一集节目呢，有聊到大马运动员还有体育协会之间的爱恨情仇吗？还没有看的朋友可以马上点这一个按钮呢，去看一看前言哦。那今天我们这一集呢，就要接下去聊啊，深入去探讨大马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发展，尤其是我们马来西亚人呢特别关注的这个羽球项目当中，国家选手呢还有自由人两者之间的争议到底是什么呢？那今年的7月26日呢，就是巴黎奥运的大日子了哦。那想当然呢，现在啊各国的选手呢都在猛练苦练，想要拿到这个参赛资格，特别是羽球界啊，他们的积分赛也快结束了。大马的12位男单选手已经确定资格，当中就包括了大马一哥李梓嘉。然而，你还记得去年发生的事情吗？李梓嘉的教练黄达明8月的时候呢，就在社群上控诉大马羽总以大欺小，要求职业球员呢只能够穿赞助商的球衣，害得李梓嘉呢没有办法跟国家队一起训练。那这一下呢，大马羽球大哥李宗伟就有点被送哦，当场呢就痛批李梓嘉还有他的教练。其实呢，是李宗伟向羽总提议，允许职业球员呢每周都可以来到国家队去做训练的，就是为了要提升整体的水准。李宗伟呢还是金牌之路委员会的成员，兼任大马羽球队的领队。他认为啊，就是羽总的规则是挺合理的，毕竟呢有赞助商嘛，就有这个 commitment 在嘛。那反观呢，李梓嘉就应该要更加成熟的去处理这起事件，而不是将它闹大。那这就是一个李宗伟的想法啦。那针对李宗伟的这个抨击呢，李梓嘉的回应又是怎样嘞？他觉得每个人都有发表看法的权利，他们会坚持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那个什么意見接受，態度就高。李宗伟 vs 李梓嘉立场大不同。其实呢，羽球可以说是我们马来西亚人的最关心的这个运动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谈谈李宗伟还有李梓嘉在马来西亚的体坛上面呢，都是大人物。可是为什么他们的立场会如此的不同呢？这或许呢就跟他们的这个运动生涯还有运动员所处的这个时代有关。李宗伟呢是从17岁就被马来西亚羽坛名将米斯本呢挖掘到国家队的。那当时候呢就这样子开始了他传奇的羽球生涯。他就这样一路过关斩将呢，就夺下了69个冠军，连续呢349周呢霸占着男单世界第一。这个世界纪录呢到现在还是没有人能破的。而2019年的6月份呢，因为身体的问题才来宣告退休。最近呢，李宗伟就透露呢，他随时准备帮助国家羽球队，甚至呢愿意当陪练员。他还说到啊，没有羽总就没有李宗伟，所以可以看到李宗伟跟羽总的这个关系呢是非常的密切的。那我们再来看看李梓嘉哦，他也是17岁的时候呢进入国家后备队。李宗伟退休之后呢，他就被媒体呢视为是李宗伟的接班人。听说他是对这一个称呼啊是又爱又恨的啦。他目前呢获得8个冠军头衔，其中呢2021年的全英赛冠军呢是让大众更加认识这位运动员的关键时刻。但是呢，在2022年的1月初呢，李梓嘉却向羽总提出了辞呈，他就希望呢以自由人的身份继续参加比赛。在世界羽联 BWF 的这个访谈当中呢，他就说啊，在国家队打球其实呢是最舒服的，因为呢国家队有资金嘛，所以呢就不用去担心钱啊、赞助商的问题等等。但是他选择成为自由人呢，是因为他认为独立的职业球员才是羽球未来的样子。他想要做出改变，要改变马来西亚的羽球文化。其实呢，在那之前呢，他就有找过李宗伟来请教了，他们也交流了非常的多。而李宗伟呢，也给了他一些的建议，说呢是要他去想清楚啦，而且呢，你如果执意要离开的话，一定要处理好跟羽总的事务，还有后续等等。最后呢，李梓嘉果然还是离开了国家队。羽总呢是曾经想要挽留他的，不过后来呢又宣布呢对他禁赛2年。当时啊这样子的反转又反转啊，是闹得满城风雨的。最后呢是在时任青体部长Datuk Sri Ahmad Faizal Azumu 的这个调停之下呢，才暂时告一段落。其实啊，近年来呢就有不少的选手决定要脱离自家的协会，以自由人的身份去参加比赛。但是呢，世界羽联的这个规定啊，比赛是得由各国的这个协会去报名的，所以呢，协会还是掌握着
着非常大的权力。当李子嘉被于总用这种方式竞赛的时候呢，就得到了很多选手的同情还有声援，其中就包括了丹麦羽球选手安塞龙，还有维廷哈斯等等的这个外籍选手，希望大马羽协呢能够收回这个决定。球王安塞龙呢还在这个社群媒体贴文中呢是直接质疑说上司因为不满你的决定而禁止你做其他事。Hello， 现在已经是2022年了，难道这是我们在体育界上想看到的吗？随后呢，也对这个李子嘉喊话，欢迎他来到自己的这个训练营去做训练。那作为选手呢，摆脱协会干预的先驱，安塞龙是在2021年的时候就在杜拜成立了这个训练营，获得了非常亮眼的成效。其中呢，一同训练的这个新加坡男单骆建佑，更是拿下了2021年的世锦赛金牌哦。安塞龙就认为现在的羽球呢，其实有更多的这个职业球员，这是对羽球运动发展来说是一件好事。他说呢，许多的球员都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这个团队，看看要怎样给自己最大的这个帮助。不是说各队的这个协会做得不好，而是呢球员本身也在想尽办法要提升自己。那另外呢，比赛报名还有奖金等等的事宜呢，都还是要通过各队的协会。所以呢，他认为在这方面呢，其实是有需要去做改进，还有做到更好的。而羽坛老四大天王之一的这个 Morten Frost 呢，更是大胆的预测，未来呢羽球运动员呢会更加的个性化，或许呢就会和网球一样，他们会选择在更适合自己进步的地方去做训练。他甚至还说如果在未来的10年到15年内看到很多运动员追随安塞龙的脚步单飞，并不会感到惊讶。所以到底安塞龙可以为未来的这个羽球运动员开辟一条新路吗？羽球是不是会朝着这个个人化还有商业化的方向迈进一大步呢？你怎么看？留言跟我们分享。OK， 说到这里呢，你可能就会想运动员就运动员啦，分什么国家队还有自由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分别啊？还真的是有分别的当我们说到专业运动员或者是所谓的国家队的时候，指的就是那些被国家资助、有合理报酬的，在他们的体育管理部门的组织下参加训练和比赛，为国争光的这些运动员。而职业运动员呢，则是以参加比赛为职业，靠比赛获得生活收入的。他们通常呢都会跟运动俱乐部有固定的合约，以俱乐部名义进行训练还有比赛。在过程当中呢，他们可以得到基本的薪水啦、出场费啦、奖金啦等等，还可能可以通过赞助商还有广告来增加一些收入。那一般来说呢，我们会在许多的球类运动当中呢，可以看得到这个职业运动员的，像是足球篮球棒球网球高尔夫球，还有保龄球等等。当然呢，也有一些非球类的运动，像是拳击、赛车、赛马，甚至是围棋还有象棋呢，也都有职业选手的。那再仔细一点我们以篮球为例，相信大家呢都知道 NBA 嘛，就是美国职业篮球联盟吧。那这就是一个商业主导的运动联盟。现在呢，他们有30支球队，超过500名的球员，球技越好，成绩越亮眼，名气越大的球员呢，就能够为俱乐部带来更多的收益。那这样呢，俱乐部呢也会愿意支付更高的薪水来吸引优秀的球员。而另一方面呢，篮球呢也是全球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多亏了先进的电视转播技术，还有全球化的这个商业环境 ，NBA 的比赛球星的广告还有周边商品呢，都在全球市场上呢受到非常大的关注。刚才的例子呢都是在国外，那到底我们马来西亚有没有职业选手呢？还是有的，像是高尔夫球，还有这几年很受关注的电竞，当然呢还有我们今天一直所提到的羽球。但是碍于我们的文化发展、国内社会对于体育的重视，还有商业环境等等的这些考量在马来西亚并不是每一位运动员转去当职业选手或者是自由人之后呢都可以一帆风顺的。就拿羽毛球来说，像是陈炳顺吴柳莹还有吴卫生陈卫强等等的这些自由人，他们在脱离国家队之后呢，就不得不抱团取暖了，需要一起去分担训练还有比赛的这些开支。那因为缺少陪练嘛，所以呢一个人要分饰多角，在外面比赛的时候还要跟其他的自由球员一起分担住宿费用等等，所以是蛮困难的。那其实呢，后续运动员呢在社群媒体上面很努力的去曝光，希望呢可以跟一些 sponsor 就是赞助商洽谈更高的报酬，解决比赛经费等等的问题。但是这些呢都没有办法为自由人带来100%的收入保障。去年呢，马来西亚的羽球自由人军团呢，就向青体部部长就是杨巧双呢发出了求救，希望呢青体部可以拨款帮助他们能够延续自己的羽球梦，在职业羽球赛场去奋斗。总的来说，你会选择成为职业运动员，还是加入国家队呢？如果你是运动员，你最在意的又是什么呢？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们分享哦。不知
道你们知不知道，今年初呢，大马羽总就宣布了一项大动作，他们计划呢，在巴黎奥运之后呢，将所有的成年国家队球员都转为自由人，而羽总呢，只会把重心呢放在培养16岁到19岁的这个青少年的球员身上。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啊，马来西亚的羽球运动水准滑落，尤其是在今年的第一站赛事马来西亚羽球公开赛，我们国家的羽球队没有任何的球员呢晋级到准决赛。当国家队表现不尽人意的时候呢，大马羽总就会被千夫所指。所以呢，对于那些19岁之后离开的球员啊，他们就说，可以让这些人呢继续使用大马羽球学院的设施，但是得自己出钱。羽总呢则会继续负责团体赛还有综合运动的遴选。这个大动作你怎么看呢？其实呢，前大马羽总高绩效总监拿督西华拉支呢，就对这一个新措施啊，或者是新模式呢，表示怀疑的。他认为有多少个19岁或20岁的球员在离开大马羽总之后能够成为冠军的？像是李宗伟，他也是在20岁中期呢才开始发光发热的。再说了，赞助商他们通常呢只会愿意赞助那些有名气的球员，这是一个没有办法抹灭的残酷事实来的。所以，到底这些19岁之后成为自由人的选手该怎么办呢？我们不禁要问的就是啊，这个新模式到底会不会顺利实行？对于成年选手来说，这个改变又会不会来得太突然呢？说真的，要不是马来西亚选手成功入围一些大型的赛事，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呢，其实是不见得会密切关注大马羽总的动向，更不用说其他体育项目的发展。这些年来呢，政府其实拨了多少款项给相关的部门呢？那预算到底又有没有真的用在刀口上呢？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运动员会选择退役当自由人？是不是退役之后的生活相对的缺乏保障？那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在 Bukit Bintang 卖 T 恤，曾经为国家争光不少的前国手许丽萍吗？发展体育呢，靠的好像不应该只是年轻的运动员挥洒的热血而已。在迈向这个得奖的路上啊，相关单位又可以如何的协助，如何的培育呢？退役之后到底又有没有妥善的安排？跟世界杯赌球或者是运动员间的花边新闻，球员输球之后的那种揶揄相比，有没有发现前面这些更重要的事情，反而呢很少成为我们关注和讨论的主题呢？我们在看着这个影片的你，还有我们到底跟这个运动赛事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其实呢，我们今天也没有答案，但是呢，我们做的这一集呢，就是想要借着这个机会呢，邀请大家一起来思考还有讨论。如果你希望这个国家变得更好的话，你是有必要呢去了解更多，然后呢，一起来集思广益，提出有建设性的想法。那我们留言区呢，一直来呢都开放给大家写更多的这个想法啊，发表自己的看法，然后大家可以来讨论，切磋，然后找出一个更好的方法，让马来西亚变得更好。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并不是羽球相关的这个爱好者，不过我觉得在马来西亚应该没有什么人不关心羽球吧。不知道今天这支影片你们看了觉得怎么样？当然你可以 follow 我们的这一些social media， 然后呢，我们在今年的马来西亚独立日还有 Malaysia Day 的时候呢，都会进行这个 I Want Festival。想要知道更多的详情呢，可以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那当然欢迎你加入我们的会员，每一个月1杯奶茶的钱就可以帮助我们做更多的影片，走更远。我是莹莹，我们下次影片再见。